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我终于把智齿拔掉了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美国拔牙的经历。我是上周四拔的牙，然后距今天已经4天了。我现在感觉其实还好。这次是我在美国第一次拔牙，其实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拔牙。先讲一下我自己的状况吧。我自己是拔了右下角的智齿，右下角就最右边最下面的智齿，它应该是第32颗。我上面2个智齿其实都有长出来，但是它们长得很好，然后也没有很痛，所以我就没有想要拔。左边这边我拍了 X 光片，然后医生就是它完全没有牙，然后医生说应该也不会再长了，所以我就是只拔了右下边的这1颗智齿，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疼，它刚刚长出来，所以它长的时候会磨到我旁边那个口腔这边的肉，所以每次都会烂掉，就是很疼，所以我实在忍受不了，所以才会把它拔掉。我说一下美国这边拔牙的流程，因为我不太清楚国内的，这边好像是不会，就是你直接去牙科医院，然后直接跟医生讲说我要拔牙，他就会给你拔的。你一定要先预约。我是先去一个牙科医生那边去洗牙，拍了 X 光片，然后让他 refer 我到一个比较好的牙科医院那里，因为我这边拍 X 光片的时候，医生说离神经比较近，可能会有点难拔，所以我自己有点害怕，然后他就让他帮我推荐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医生。所以第一步就是先去预约，根据你的预约时间，他会提前1天或者2天给你打电话，就提醒你说你明天或者后天要来我们这里拔牙，你可以吃东西啊，可以喝东西，不用担心，然后不要紧张，就是跟你讲一些提醒事项，然后提醒你要带什么东西，可能需要你的 X 光片，然后需要你的保险卡，还有你的 ID，因为它是属于 surgery， 然后所以需要你的有 photo 的一个 ID 证明是你本人，然后才可以拔。还会跟你讲一些费用的问题，他就说这个费用可能是从多少钱到多少钱，具体的要等你来了之后看你的那个保险再给你一个具体的金额。到了拔牙的那天，我起得超级早，然后早餐吃得非常非常饱，因为我是早上8点15预约的8点15，然后我就早餐吃得很饱，因为我觉得拔完牙之后我大概应该会觉得很痛，不会再想要去吃东西，所以我早餐吃得非常饱。去到那边之后，他就会给你2、3张表格让你填，就关于什么你有没有药物过敏啊，然后你的疾病史啊，这种就是比较常规的问题，然后还有关于什么就是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，这些就是很常规的步骤。然后你填完之后，就等着他来把你领进一个小房间。然后我填完表格之后，坐在那里等大概5分钟，然后就有一个护士过来领我进到一个小房间。现在在等医生，他说他出去一会儿，然后再也没回来了。我现在越等越紧张。然后我看到这边摆的好粗的针管。真的好害怕，我好几年，我有10年都没有来过这种医院牙科医院的诊所了，除了洗牙之外，因为洗牙很简单，可是这次真的是要开刀，它叫 surgery， 所以我真的有点紧张。然后
后他就有先测我的那个血压吧，可能是就在这里绑一个东西，我不太知道它叫什么。然后这个东西会一直就是放在你这边，因为它要麻醉，虽然是我是局部麻醉，因为我只有一颗牙嘛，然后有的这边一起拔4颗的话，它是会全麻的。然后就算我是局部麻醉，它也是要一直就是监控你的那个生命体征的，怕你出什么问题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专业的。测完之后，他就会坐在那里跟你讲好久，比如说这个手术不是手术，就是这个拔牙过程需要持续多久，需要吃什么药，拔完牙之后有什么要注意的，然后之类，就是巴巴听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英语，其实我也就是也没有全都懂，然后懂70%-80%吧，然后就OK，他就让我躺在那边要打麻药，他会用一个橡胶一样的东西塞在嘴里面，这样就不用你的嘴一直张着，就还蛮不舒服。因为我之前在国内洗牙的时候就需要我一直张着嘴，我觉得好累的。但是那个也是1-2年前的事情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现在国内是不是也是用这种方法。而且他在打麻药之前有一个很好，就是他有一个棉签，上面他让你含一个棉签，它含起来是甜甜的。他讲说是会就是让你打麻药的时候不会那么痛。但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就是对比，反正我自己打麻药的时候觉得还是蛮痛的。他给我打了3针麻药吧，我自己是觉得好痛。但是打麻药就是最痛的部分嘛，然后这个部分过去之后，拔牙应该就没有什么感觉了，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讲的。但我当时心里还是很害怕的。打完麻药之后，他就让我躺在那里，他说大概10到15分钟它会起作用，然后他之后会过来帮我拔。他让我在这里就自己先冷静一下，然后我就躺在那里看着时钟，然后一直转。但好像他过了有半个小时他才进来，我当时就想说他不会已经把我忘掉在这里了吧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他那个医生有回来，他说他有碰我那个地方，就问我现在有没有感觉嘛。但是当时麻药已经有作用，然后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他就说他要开始拔了，然后我心里就开始好紧张，就是会给自己施压。然后他把那个什么就仪器塞进去的时候，他就说现在你会感觉到就是会有很重的压力，然后你要就是忍住，就大概不到2分钟吧，我觉得就1分多钟。然后他就跟我讲结束了。其实我当时不能讲话，但我心里是这么快，有没有搞错？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的牙在那个 trash bin 里面，你要看的话你自己去看一眼。然后我整个人就这也太快了吧，而且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的，就是很轻松，感觉突然拔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一点都不疼，就是我还没有做好要紧张的准备，就整个过程已经结束了。拔完牙之后呢，医生会给你伤口的地方塞纱布进去，让你咬住止血。然后他说这个纱布就是半个小时换一次，如果它流血的话你再放进去，不流血的话你就不需要用。天哪，我刚才拔完牙好丑哦。他有给我开2种处方药，但后来才发现都是止痛药，没有消炎药。我就去 CVS 去买药。我现在在 CVS 等着拿药，要等15分钟。我现在讲话好奇怪哦，因为我这边会咬一个像纱布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在这边随便晃一晃。就整个拔牙的过程可能也就1个小时左右吧，因为前面填表格还是费了蛮多时间的。价格的话，我拔牙是花了165刀，因为我是有公司的保险，它好像是可以 cover 50%或者60%的部分，我具体的我不太清楚。总之就是拔牙的整个过程是165刀，去 CVS 买药19刀，所以加起来就是174刀。总之在美国这边呢，没有保险，关于牙这方面都很贵的。因为我有公司的保险，所以我之前去洗牙和拍 X 光片是不要钱的，这点我觉得好幸运哦，因为不然我要付一笔钱。之后拔牙它有报销1半多嘛，我自己是觉得就还 OK， 不然我自己去拔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蛮贵的一笔开销吧。国内的话，其实我不知道跟国内比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，还是就中等，因为我没有在国内拔过牙嘛。但我之前在上海上大学，然后在上海洗牙的时候，我有买什么团购的券，然后去了一个还蛮好的一个，感觉比较像私人的牙科诊所吧，我觉得它还蛮
服务蛮好的，然后整个流程也不错啊，但很便宜，才100多块钱。但我不知道现在的整个市场的价格是什么样子，而且我觉得如果去好医院拔的话，应该也蛮贵的。拔牙之后的感受的话呢，刚拔完牙我就开车直接走掉，因为它那个麻药的效果还在，所以我一点都感觉不到疼。我是局麻嘛，所以也可以开车啊，也可以干嘛的。因为在这边有的人会一次拔4颗智齿，这样的话就需要全麻，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陪你一起去的，因为他担心你之后就是没有办法开车啊什么的。所以我是 OK。拔完牙大概有5-6个小时之后吧，麻药那个劲还是有一点点，但我这边因为我是这边拔牙嘛，然后我这边就是太阳穴感觉很酸，就跟你嚼口香糖嚼了很久之后那种感觉是一样的。现在是拔完牙后的第8个小时，然后我现在麻药好像已经过了，但是因为我之前吃了一颗止痛药，所以好像还是没有感觉到很痛，但是就是虽然它血已经止了，但是它就是有血腥味在嘴里面，所以还是很不舒服的。然后我今天早点下班了，现在4点半，我现在已经下班，然后准备开车回家。希望不要太堵，然后我今天应该只能喝粥。对，他要给我开止痛药，然后我自己也很怕疼，所以我有一点点感觉我就赶快吃止痛药。所以到现在第4天嘛，我好像没有感受到那种拔完牙之后撕心裂肺的疼痛，我自己觉得还 OK， 我可以忍受。愈合程度的话，它现在那边还是有个洞啦，然后我每次吃东西都很小心用这边嚼，因为我怕那个食物会掉进洞里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会开那种脑洞，应该是有这种可能的吧。所以我现在吃饭都很小心的，但是它洞在这里，你就会很想要去舔它，我觉得好变态啊，就肯定不适合不利于那个伤口的愈合嘛。所以我现在要控制我自己，就不要去一直舔它干嘛的。我到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，它没有发炎，因为我后来发现他给我开2种药都是止痛药，没有消炎药。因为我觉得在国内是一定会开消炎药的嘛，但他没有给我开消炎药。不过好的是我也没有发炎，但我自己有在国内带过来消炎药，所以如果发炎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顶一下的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我这次拔牙还是蛮顺利的，因为我拔完牙之后过2天嘛，然后在微博上我看见那个大家应该都看到过，那个日本的女生她拔完2颗智齿之后，这2边就整个肿起来成方形的，我看到我整个人就吓到，我想说好夸张啊！因为我自己拔完牙之后，我是一点肿都没有的，不知道是个人体质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，但我觉得好幸运我没有就肿成那个样子，不然也可能也没有办法去上班啊，然后去上学啊或者是什么。对，应该暂时就这么多，好像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知道的话，关于这方面可以问我，然后如果是我自己有经验啊，或者如果我自己知道的话，我肯定会告诉大家的然后就希望我这个洞赶快愈合起来吧，因为它现在虽然不疼，但是它有个洞在那里，总是让我就是担惊受怕而且好了之后，我就可以更肆无忌惮的吃一些什么刺激性的东西啊，吃火锅啊，然后喝奶茶啊什么的。虽然我现在也是在这么做了，但是我心里总是会好受一点嘛，对吧？然后谢谢大家收看我这期视频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